跨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银河帝国系列第3部第2基地下集。几年后，在第1基地端点星，14岁的艾加利亚正在做功课。他的父亲达瑞尔在楼下和人会面。主持人安索告诉大家，在讨论重要问题之前，我必须要求各位提供脑波数据，以保证我们的谈话是安全可靠的。所谓脑波数据是一种能够反映人脑细胞思考脉动的装置，更可以揭示任何微小的思想与情感。几位嘉宾都进行了测试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之后密谈开始了。但与会者们不知道的是，艾加利亚在这间房子安装了窃听器，他也在关注着这个重大事件。安索尔说道，我们科学协会中一位科学家意外地死亡了，当时他正在研究第2基地存在的可能性。我们作为他的同僚，处境也非常危险，我们要搜集更多关于第2基地的资料。当年罗的官邸如今成了圣殿，罗搜索了5年的结果就在里面，而执行情报任务的最佳人选就是孟恩。他曾是一名图书馆馆员，收藏的关于罗的资料没人比得上。孟恩答应了这次任务，他收拾完毕后驾驶着飞船前往了卡尔根星。与此同时，艾加利亚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他悄悄溜进了孟恩的飞船。等到孟恩发现时，已经晚了，于是两人一同前往。此时的卡尔根星，罗曾经的崇拜者史铁廷正在和属下谈话。这位继罗败北之后出现的军阀，有着和罗一样狂妄的野心，妄图实现罗曾经未完成的统一大业。此时，孟恩一行人已经降落在卡尔根。他以一名学者的身份申请进入罗的殿堂，史铁廷接待了他们。之后，孟恩开始在罗殿里潜心研究，艾加利亚则在卡尔根四处查探。多日的研究后，孟恩为大家做了研究报告。史铁廷不得不承认，孟恩是罗学的专家。史铁廷说道，我的志向是实现银河的统一，你的学识将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任命你为我的联络官，专心为我搜集关于罗和第2基地的资料，而艾加利亚是个不必要的负担，我已经给他找好了归宿。听完，孟恩的内心被恐惧填满，一旁的艾加利亚也已经手足无措。他迅速地逃出了房间，来到了航站楼。他知道自己此时如果回到端点星，一定会被人追踪，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新路线川陀，这个他曾经的出生地，陌生又熟悉的地方。此时，一对夫妻走到了他跟前，他们刚好也是去往川陀。他们帮助艾加利亚通过检查，顺利地前往了川陀。来到川陀后，艾加利亚住在这对夫妻家中。就在艾加利亚离开端点星1个月后，史铁廷率领军队攻击了第1基地，战争逐渐陷入了焦灼状态。而艾加利亚来到川陀后，他获知第1基地已经和卡尔根开战，而孟恩已被史铁廷控制，所以调查迫在眉睫。在川陀的多日探究，他有了心得。他认为自己已经获知了第2基地的位置，他找到了寄宿家庭的男主，并告诉他想方设法前往第1基地，并向自己的父亲达瑞尔转告一句口信。自史铁廷战争从爆发之后，大面积的空间战争打响了。虽然卡尔根星的舰队在数量上仍占优势，可士兵们人人都在恐惧。他们不是害怕第1基地这个对手，而是在内心担忧神秘的第2基地会突然出现。士兵们都忧心忡忡，全都只想走为上策。于是这场战争由卡尔根舰队败北而告终。战争的失败让史铁廷又恼又怒，而他的军师却表现得极为冷静。军师认为士兵被恐惧支配，铸成了败局。过去近400年的历史让他们学到了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击败基地。军师最终劝告放走孟恩，让他回基地求和。
史铁廷暗自咬牙切齿，但他已经别无选择。孟恩回到端点星基地后，在他的见证下，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。之后，孟恩和达瑞尔一行人进行了会面。达瑞尔说道：“孟恩，你现在已经成了大人物，我们打赢的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对手，但第二基地的威胁仍然存在。”孟恩纵声大笑，他说：“在卡尔根的罗店中，我找到了一些可靠的数据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第二基地。”此时，达瑞尔盯着孟恩说：“你在说谎，你的改变令我难以置信。以前你每次开口都很害羞，可是现在你信心十足，开口闭口都是理论。现在我要求对你重新做一次脑波扫描。”孟恩也不甘示弱，答应了测试。但结果测试数据令人震惊，孟恩的心灵被调整过了。随即众人把孟恩关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战地抓获了一个从川陀来的陌生人，他声称帮助了一个端点星的女孩，名叫艾加利亚，并要转告达瑞尔一句话。达瑞尔听了之后，他赫然一惊，他让这位川陀人通知艾加利亚尽快回来，基地已经安全了。达瑞尔邀请了基地高层安索等人进行了会面。他说道：“我发明了一个新的设备，叫做心灵杂讯器。有了这个设备，就可以发现一个人的心灵是否被改造过，并且艾加利亚送了一个口信给我，只有5个字：圆，没有端点。银河是一个扁平凸透镜状的天体，它的横截面是一个圆，你沿着这个圆周一直走，只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。这就意味着第二基地可能就在端点星。而孟恩被修改了心智，我们这里已有了间谍。”说完，达瑞尔打开了心灵杂讯器，只听见一声可怕至极的惨叫声，安索立刻倒在地板上。达瑞尔一脸凝重的表情，他说道：“从你一开始派走孟恩时，我就起了疑心，原来你就是第二基地的成员。现在解释一下过去1年所发生的事吧。”安索痛苦地说道：“我们知道端点星的科学家开始对脑波分析产生了兴趣，精神杂讯器这类装置也成熟了。此外，你们对于第二基地的敌意越来越浓，我们必须阻止这些，却又不能因此让谢顿计划受到波及。我们策动卡尔根宣战，是为了进一步转移你们的力量，结果艾加利亚也跟去了，我们没算到这一步，因为他的介入而误了大事。我们只有50多个人，还有几个在其他世界。”紧接着，第一基地展开了行动，对于安所提到的50多名成员进行了抓捕。不久后，艾加利亚从川陀归来，但父亲达瑞尔心头蒙上了一层冰霜，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要为女儿做一次脑电图分析。之后，达瑞尔开始了测试，他仔细的一项项对照结果，终于他笑了。女儿的脑波数据正常，他们2人共同努力，使基地得以恢复和平，也使第二基地彻底被摧毁。在一个不知名的世界上，一个地点不明的房间中，首席发言者开口道：“50名男女，50位烈士，他们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，顺利地完成了计划，只因为他们热爱谢顿计划。第一基地的人彻底相信他们找到了第二基地，并且已经将它摧毁。这样一来，一切就回到了我们所希望的原点，在他们的一切算计中都不会再将我们列入考虑。那50个人便是我们付出的最少代价。历史的轨迹将一直遵循谢顿计划发展，不会再有任何偏差，这完全归功于我们精心的控制。如何让一个人受我们控制，又不会在脑波中显现出来？唯有此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，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。15年前，当计划跨出第1步的时候，刚刚在川陀出生的艾加利亚
就是这样的一个婴儿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受到控制，因为这个控制帮助他建立了一个优秀的性格。并且银河不是一个扁平的卵形体，银河外缘也并非一个封闭曲线，银河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螺旋，端点星位于螺旋臂的最外端，螺旋线的另一端在哪里呢？当然是在中心区域穿陀。现在第一发言者站在窗前，抬头望着苍穹中的浩瀚星空，望着从此永远太平的广袤银河，脸上微微出现了一个满意的神情。